在我过去的几年里，搬家的次数没超过10次，也有6到7次了，几乎呢都是1到2年之间搬一次家，可以说我是个搬家大师了。今天呢，来分享给那些即将要搬家或者是正在要搬家的你们，在搬家的时候如何可以快速的判断哪些物品需要断舍离和处理掉。首先，我们先从最简单的开始，就是衣物。任何不合身、还有发黄和掉线的衣服，这些都可以毫不犹豫的扔掉。包括如果你家里有小孩，在孩子小的时候呢，肯定被送了很多二手衣物。衣服情况如果太糟糕的话，其实就没有必要再留着，只留下一些新的衣服。因为我自己呢，也是个从小穿二手衣物长大的人，包括我家里有2个侄子也是这样子。环顾你房子里的四周，看看有没有在过去1年里面极少用到的物品。这里可以是任何东西，只要你觉得它的使用率比较低，大多数情况下等到搬到新家之后，你使用它的频率也不会太多，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可以处理掉它的机会。假如你抽屉和柜子里面还存放着很多赠品，中样小样，这些呢想都不要想，都可以处理掉，因为现在你不用，未来更会用不到。我一般消耗中小样呢有2种方法，第一种呢就是带出门旅游，第2种呢则是等家里的正装用完了，我先不着急的去补货，会优先考虑把中小样消耗完之后，我再去买新的。检查化妆台上面有没有被你使用过多的一些化妆工具，比如发霉的美妆蛋，怎么也洗不干净并且还发黑了的粉扑，以及比较扎眼又不好用的化妆刷。与其等着搬家把它们带走，倒不如现在就把它们给扔进垃圾桶，等到之后再换新的。像每次搬家买了新家具，组装后留下的多余零件也可以断舍离了，不然之后呢你会越存越多。前提是你不再需要这些零件，或者是目前的家具也用不上了，然后你再决定要不要进行断舍离这一步。你有没有出门旅游买回来的纪念品，甚至是你的朋友出差度假回来后带给你的手信？如果有收到的话，让我们换个非常理性的角度去思考，买回来后有多少件纪念品是能被你用得上？如果用不上，是不是都已经被你遗忘在角落里了？搬家还要带上它们，就显得更加的没有必要。我自己呢，其实也有在旅游途中买回来的东西，比如说在迪拜买了这条红色头巾，旅游要拍照的话，我可以把它当成披肩，作为一种点缀。我们尽量选择留下一些实际性的物品，而不是那些好看并不中用的。你家里如果有些没办法修复但勉强还能撑着用的东西，像这样的情况就不要再考虑留着它们。不仅呢在运输过程中你要非常的小心翼翼，而且呢还要花额外的钱和时间去修理它。花了这些钱和时间呢，倒不如直接去买个新的。一件物品维护成本要是太高的话，还是买新的来得更加实在。你家里是否有已经拆封过的信件、过期的水电费单和收到的各种优惠券被堆积在一沓没有用的文件夹里？在搬家的时候呢，只要留下对你有用的文件，其他用不到的纸张真的是全都可以，真的是闭着眼都能一并扔进垃圾桶里。像这种纸张类的文件和信封，真的是一不小心你就会越囤越多，所以说及时清理它也是非常有必要的。那接下来需要断舍离的物品呢，就是用了太久工具盒里面的工具，而且还是生锈的那种，像螺丝起、剪刀，还有装修家里用到的锤子，用久了之后呢，它就会变生锈，然后工具那个钝力也不太行，这也是个能断舍离的物品之一。最后一个需要断舍离的物品呢，就是用久了的衣架，特别是那种买了一沓便宜又不耐造材质的塑料衣架，用久了之后呢，有些就断了，有些越用还被撑得越大，稍微挂厚一点重一点的大衣，基本上呢它们都会从衣架上面滑下来。你家里如果有这样子缺少支撑力的衣架，现在呢是个可以替换掉它的机会。好，这个呢就是今天以上所有的内容。如果你们有什么补充，欢迎留言告诉我，也不要忘记关注和点赞我的频道，是对我最大的支持。那我们下周5再见，拜拜。